首长，2个方案已经报上去快3天了，您总得给个答复吧？严局啊，2份报告能留3天，说明它有斟酌的价值。我跟黄军长已经商量过了，建议你们采用第2种方案，但是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啊。毕竟你们在第一线嘛。第2方案？对啊，第2方案非常富有想象力，实施好了会有意料不到的效果，但是也是一步险招，所以集团军给建议，但不是命令。明白。其实我们也推演了好几天了，但总感觉没有太大把握。说起把握，有的时候出于装备和实力，有的时候出于对局势的判断和对时机的把控，知道吗？谢谢首长，我们知道怎么办了。好，成功。从古至今，打仗的变数不过是奇正2字。有人说，现代战争信息透明，战场透明，给战术变化的空间越来越小。这个观点，我并不完全同意。所以这一仗，我们要突出东方战场的谋略特色，奇正相合，以智谋取胜。新式作战力量的核心是信息化，所以奇也好，正也罢，我们都要以信息作战的理念来筹划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但这个想法仅靠我们御风营完成不了，得需要飓风营的配合。所以这一仗，飓风营不单是我们的兄弟营，更是我们的生死营。说得好，有什么想法尽管提。飓风营和御风营，关起门来是竞争对手，敞开门，咱们就是亲兄弟。郭营长，飓风营与你并肩作战。我是郭子健，郭子健，我是许立军。旅长请指示。从现在起执行第2套方案。朕，部队按照第2套方案开始行动。李云峰，近几年在全军如雷贯耳。杨参谋，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是。狄云峰，1975年生人，军事博士学位，军人世家。16岁便以高分和过人的军事素养被军校特招入伍。本人学历高，但是部队生涯从排长到旅长1级都没有落下，中间还曾在2级大机关里任职，并在职拿了博士学位。他于4年前成为蓝军旅旅长，自此，蓝军旅在全军再无败绩。与他对阵的各路红军，无论在历史上有过多么辉煌的荣誉，全部败北。仅其一个突击分队就曾创造过不折一兵拿下对手近2个作战营的历史记录。狄云峰作战，传统招法与新式打法并用，老方法与新装备从不设限，极难应对。由于他近年来树敌过多，全军都喊出了“活捉狄云峰”的口号，但可惜只有口号喊得响亮，至今与他过招的所有对手基本全军覆没。大家都听到了。李云峰至今保持着全胜的记录，但这不代表他是不可战胜的。如果我们御风营连他这一关都过不了，那还谈什么未来？所以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来，要亮出我们的实力，给他的战绩表上好好来一笔。现在开始宣布作战计划。现在距离演习时间还有10天，从今天开始，御风营除留少数人员保持营区的基本执行之外，其他所有作战人员要全部消失。为配合这一方案，今晚全旅的所有外勤、岗哨一律由飓风营来负责。是。今晚12点起，全营所有的参演装备
按指定地点分头伪装行动。记住，抵达各自集结区域之后，要实施无线电静默。10天之内，按划定的时间节点保持针对性训练。情况通报将采取公共信息平台 APP， 以点评指定购物和外卖服务等方式来完成。具体的网站以及平台随后下发。营长，这是为了规避对方对我们的侦查。没错，在敌我双方确定关系之后，我们就会一直在敌方的侦查之下。之所以选择今夜开始行动，是因为凌晨时分会有雨，将一直持续到明天上午，这样可以规避掉卫星侦察。杨茂林，走。所有超级战士的装备已经到位，从适应到精通，时间有限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曾慕涵，走。从今天开始，第1战队由徐志强担任指挥。是。你全力做好技术侦察工作，要确保情报信息不能有任何差错。是。散会之后，各分队马上准备出发事宜，要严格落实作战计划。是。卫星报告，已连接，通过内线进入海华市海防1线观测系统。报告，已进入海华市海防观测系统。高空无人机汇报情况 CH-09-1，侦察无人机已进入侦察区域，高度2万米。注意观察，注意区分细节变化。是。报告，对蓝军可能实施的17种信息打击手段分析完成，数据并入综合系统。是。报告，对蓝军远程火力可能出现的5处打击地点完成分析，数据并入综合系统。是。报告，目前无法确定蓝军主体作战区域。继续观察。是。报告教导员，大数据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，一切还没有开始，先不要着急。是。我这次来396旅，没有太多的指导意图。遵照上级的指示，集团军、战区陆军2级机关均部派指导组，全程放手，让你们打好这一仗。你们制定作战计划，尤其是新制作战力量的使用上，无论成败，没有先例。但是集团军的领导还是决定支持你们，让你们大胆一试。我也希望呢，你们的行动能够探索出更有厚度、更有质感的依据来。怎么样，同志们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行动。是。李队长，袁山，陆军机关把你派来给我做高参，足以见得首长们对这次演习是多么的看重。李队长，
我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。想必老哥已经稳操胜券了吧？还没开打呢，一切都很难预料。袁山，396旅是你的老对手，你这一次千万不能手下留情啊！必须不能够啊！御风营是这次演习的主角，我们大家对他没有什么了解。好在龙旅长知道一些情况，大家谨慎对待。我可以肯定的说，跟御风营的交手，就是这次对抗的胜负手，必须充分重视。袁山啊，那个狄安娜，是不是把你给吓坏了？我的情况不一样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天生对美人计免疫。好啊，那就像你所说，开打以后才知道，你就一边打一边了解吧。同志们呐，首长们都瞪大了眼珠子，非常期待这个御风营啊，给他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大戏。可是非常遗憾呐，他碰到了我狄云峰。对于我来说，这里不是戏台，这里是战场。营长，对蓝军所有的渗透都没有成功，没想到他们信息防护能力这么强。是因为距离还是因为频段？各种因素都有。我们放飞多日的多功能临近空间飞艇一直盘旋在蓝军上方的空域，可是至今都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信息。会不会暴露了？应该不会，这是距离地面近20千米的临近空间，很难被发现。继续侦查，收集信息，不管真假，都要摸一摸狄云峰的套路。是。各分队什么情况？曾慕寒对作战地域的地形、气象、空域等条件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核算，同时对附近的海域、海岛以及可能用于作战的近海楼盘等，也在进行着全面的比对和数据分析。杨宝林呢？特战分队的外骨骼训练已经可以完成载重作业，另外，各步兵战队均已完成相关科目训练，远火、陆航等单位已经进入战备状态。继续关注战情变化，尤其是旅指挥所给的指令。是。报告营长，为了让我们的计划更加天衣无缝，我申请前往飓风营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就赶紧出发吧。是。虽然现代科技把战场弄得是云山雾罩，又是侦察，又是电抗，其实弄来弄去啊，就是想搞清几个问题。哪几个问题？请首长指教。哼哼，我在哪儿？对手在哪儿？啊，我们的队友在哪儿？这是作战双方最原始的问题。哼哼，是。我们老祖宗孙武一句知己知彼，就把这个问题全都概括了，而且呢，概括到战场上的宏观还有微观。首长说的没错，兵力和火力、战法和战术，都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。交火了。马上向旅指挥所报告，我营击伤蓝方5支10翼架，拦截其对地导弹2枚。是。解气，真解气。这个许明军可以啊，我没想到他早早的就把这个防空部队派到了姚家坡。姚家坡是进入主战场的必经之地，
红方不可能不设防。问题是在于他不划算啊，他这等于是打了草，却没惊到蛇。许灵均是作训出场出身，狡猾得很。他的指挥机构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我们轻易盯上。我觉得那是因为他许灵均呢，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。参谋长，好。今天夜里，红军应该全部进入了作战区域。传我命令，无论红军的防御分为几层，告诉我们的突击小分队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员出击，对他们的装备来一次夜袭。夜袭的方式呢，多种多样，可以让他们灵活掌握。比如说，呼叫炮火集中覆盖，远程打击，或者是利用火箭弹、穿甲弹近距离的击杀，用咱们的无人机远红外解决。不管怎么样，就一句话：不分主次，全员击杀。是。再有，开启所有的信息压制与干扰，全域搜索396旅的指挥机构，还有飓风营、御风营的所在位置。去吧。是。早就听说你的突击分队厉害，据说1支12人的小队曾经在一夜之间打掉对方1个半营的主战装备。这次你倾巢而出，是想要一击制胜吧？哎呀，我的远山呀，嗅觉很灵敏啊。可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！396旅也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御风营和飓风营还没露头呢。远山，你知道吗？对于我来说，从我开始当兵打仗，每一场战斗、每一回合都是决战，这也是我的生存法则。我知道，在岛条大厅里，首长们都等着看一场红蓝双方摆开架势、两军对垒的精彩大戏。可是我要让他们失望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展现这种过程毫无意义。所以，首战即决战。这里应该离海边不远了吧？这海风的咸湿味儿越来越重了。是的，这里离海边不足10公里了。我相信，在我们旅每一支部队的周边，都隐藏着蓝军的眼线和火力。这就是狄云峰厉害的地方，他的突击小分队是全路军出了名的甩不掉、打不垮的跟屁虫。是啊，这些小分队啊，打得赢他就自己打，打不赢他就呼叫远程火力。分开了那都是特战精英啊，合起来他又是精英战队，难缠啊。关键是啊，武器装备先进，信息系统完备，个体军事素质又好，的确是很难对付啊。参谋长，报。按既定计划行动，通知江胜强，找准时机，反客为主。是。御风营一点不动吗？既然是我雪藏的战略预备队，就一定要发挥其战略价值。80%以上的军演呐，双方接触的当晚，这都是在互探虚实，小心接触。所以呀，按常规，今天晚上这就是鸡肋时间了。您提到了常规，说明您一定发现了今天晚上的情况有可能打破常规，出现出人意料之举，对吧？常规，那毕竟只是常人的规矩。对于有非常决断的人来说，哪有那么多真正的规范呢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今天晚上要睁大眼睛，好好欣赏一场精彩的非常规之战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要将我军？我哪敢将您的军啊，首长！但是如果蓝军的旅长不给您面子，
那可怪不到我头上啊。哦，哦，那个梁北华啊，等着瞧，我这个蓝军旅长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好的，首长，我拭目以待。哎呦！报告指挥部，报告指挥部，我营遭到蓝军突袭，旅长，这是刚汇总的上报。你看，全旅分队除5营临时改变防区，剩下所有营区均遭突袭。这个狄云峰啊，简直是个疯子。好在我们提前设防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损失了将近1个营的装备。哎，飓风营的计划进展怎么样？江胜泉沿海岸线穿插，进展很快。同时，其空中突击分队已经出发，目标是丁格镇。丁格镇？丁格镇。扩大伏击圈，放虎进圈子。如果说红军这支突进的部队遇阻，那他就大致可以确定我指挥机构所在的位置。拔出萝卜带出泥啊！一旦我方的指挥机构被确定，我军的兵力部署也能被估摸出7、8成来。红军的收获不小啊！好啊，就让他有收获。如此一来，他的主力一定会主动出击啊！而我呢，我这只等待决战的拳头就会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。参谋长到，是否能确定这支突袭的部队是谁啊？能，江胜强的飓风营。飓风营？飓风营好啊，好歹是许林军2大主力营之一啊。哎，我一旦拿下他的飓风营，他的御风营还能藏得住吗？我建议在黄明岭一带部署一支突击队。王梅岭，哎呀，我说袁山啊，你来当我这个高参啊，可真是物超所值啊！黄梅岭，参谋长到，传我命令，命令猎豹突击队立刻前往黄梅岭。是。连王牌都派出了，看来狄旅长这回是势在必得呀。蓝军的逆鳞啊！这种饱和式火力打击，还真对得起我飓风营。幸亏他们打击的目标是我们由3营和4营各出一个连队伪装而成的，不然咱们飓风营啊，还真的要遭受一波重创。所以我们的第1步计划是成功的。现在飓风营看上去已经战损严重，你不堪再战。马上向指挥所报告，蓝军重兵及指挥机构均疑似在丁格镇，同时呼叫远程火力，对丁格镇周边火力点进行打击。我们和大部队还有些距离，分开打击吗？我们有火力，怕什么？刚才蓝军火力全开，坐标已经暴露，而且高空无人侦察机已经把他们的坐标一一记录在案，战机稍纵即逝。再说，旅长已经把主动开火权给了我，放开他。另外，开始执行第2步计划，所有指令传输
都用御风营的名义。是，我马上部署。老刘，通知侦察分队，火力打击之后，立即深入丁格镇进行侦查，摸清蓝军指挥所的准确坐标。是。将军，我申请跟着侦察分队一块儿行动。老刘，你是作战参谋，没必要亲自上阵。我在侦察班待过，虽然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可能很多人都忘了，但是我就想让索副旅长的在天之灵看看，他的兵刘望远，不是什么流心眼儿，还是那个能扛能打的拼命三郎。再说了，这次明面上看我是御风营的一员，申请跟着飓风营参加行动，其实也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能够迷惑对手。拜托了。报告旅长。蓝军突击分队虽然死缠烂打，但好在啊，我们早有防备。经过激战，对方损失惨重，已经溃不成军，现在啊已经撤退了。我估计短时间内他们是无法集结。蓝军突击队这么容易就被打散了？那可能以前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呗。旅长，是不是可以下令直取丁格镇？你们有没有觉得事情有点太顺利了？这狄云峰应该没那么好对付。旅长，你的意思是怕中他们圈套？那要不要让飓风营先停止行动？但空突分队是真的，从空中地面、远程近程火力全开，显然是江胜强触碰了其要害。也有道理。如果这真是个马蜂窝，江胜强这一竿子捅下去，就算是不炸锅，也能要了狄云峰半条命。值得一试啊！命令五营马上赶往黄梅岭，随时策应飓风营。是。哼哼，蓝军的这个亏呀，吃的一点都不冤枉。您看出来刚才红军飓风营是佯攻，那两个连啊，真要能攻上去，那就是利剑；攻不上去呢，它就是诱饵。关键在于螳螂背后的这只黄雀，那就是江胜强。你们这个江胜强，这2次反击的能力还真是不含糊。那倒是，如果他慢的话，狄云峰早撤光了。这个仗要这么打，真还是有点看头了。别急啊，首长。硬菜都在后头。嚯，行。我们的反应够快了，基本上打完就准备撤离阵地。但是他们对我方各阵地的打击都是即时的反击，也就是说，在我方火力暴露的同时，他们就已经锁定了坐标。有点意思啊，这不成了连环战吗？咱们已经把这个飓风营基本打残了。这支及时还击的部队究竟是谁呢？从行动和战术动作来看，基本可以确定是御风营。御风营。好啊，御风营终于是出现了。被打残的那支，能确定是飓风营吗？云山，你有何高见？飓风营的江胜强不会那么弱的。1年前我就跟这小子交过手，现在的飓风营只会比那时候更强，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残的。哦。空军目前只出动1个营去策应御风营，并且已进入猎豹突击队的伏击区。猎豹突击水师是否吃下？到嘴的肉不吃吗？必须吃下。
不过，你要通知猎豹突击队，不能吃得稀里糊涂的，吃掉他，还要弄清楚他到底是谁。是，营长。刚刚获得一个情报，讲。凌晨袭击我们蓝军突击队，我们抓了很多战俘，但是没有一个是猎豹突击队的。坏了，不赢。猎豹突击队，猎物已入网，清除。赵营长，你是？我是蓝军猎豹突击队队长田康。够狠啊！一个活口也没留。别介意，两军作战嘛，常有的事儿。行，你赢了，说吧，有什么吩咐的？不敢。想打听一下郭子健的御风营现在什么情况？够，这可属于军事机密了，在下级别不够，还真不知道。就盼着拿他开刀呢，倒挺能藏哈。你要真遇上他，还指不定谁找地儿藏。听你这么说，那我倒真想早点见到他了。走。窝囊，太窝囊了！报下下传。是。除了整编5营，昨晚有3个营遭遇袭击，虽然都设有防御，但蓝军的攻击太猛烈，损失惨重。加上2个伪装飓风营的连队，我们全部战损已经超过2个合成营。丁克镇很可能是陷阱，通知江仁强一定要随机应变。是。营长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让蓝军牵着鼻子走，一定要打出我们自己的节奏。自己的节奏？你是说御风营？一切都没见真章，现在还不是御风营出击的最好时候。报告营长，部队已全部进入密林区。侦察分队有消息没有？还没有。命令，所有装备马上分散伪装营地，从现在开始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。是。5营，可惜了。哎呀，从开始的这个架势来看，狄云峰啊，这是把首战当成决战打了。可惜，许灵军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偌大一个5营，毁在了一个猎豹突击队的手中，是没给别人留机会，自己的损失也太大了。哎，你还不要不服，这可都是有真实案例的。中东战场、阿富汗战场，类似的事情都有发生过的。许灵军的策略本来没有错，但是用一个营去试探，代价太大。你的那个新指营，到现在也只露了一面吧？嗯？那你另一个主角藏哪儿去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该他出现的时候，这个郭子健一定会惊艳亮相。你这么肯定吗？就这么肯定。营长，天已经亮了，但是红蓝双方都没有新的动作。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，不是没有动作，
而是都在为下一步的计划做盘算，以及要预判对手下一步的动作。狄云峰他竟然敢在每一次的行动里都压上重火力，那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担心火力或者兵力不够用。不知道他背后还有多少宝贝，也不知道飓风营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老窝找出来。按目前收到的部分情报来看，双方打的都很常规，尤其是狄云峰，这根本不是他的风格。所以我猜，最后的决战会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环境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出其不意，才能更有胜算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躲在100多公里以外地方的原因。报告，营长，有情况。老乔，有几个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想来观摩演习，还有咱们御风营原来退役的2位老兵，现在是他们企业的代表，也一块来了。军工企业是这样，咱们御风营这次用的一些设备是他们生产的，想让他们到现场看一看，使用效果怎么样？把保密工作得做好啊！这家企业已经被国有军工集团并购了，他们的通信设备我们都已收缴，通讯信号也已控制。人员可靠吗？经过严格调查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既然这样，欢迎就是了。哎，首长，您在这里坐镇，我跟张教授过去接待一下就行了。那就这样啊，好，行。欢迎大家，欢迎欢迎，陈总，哎，张教授，老营长。君梦集团的董事长就是您啊！太好了，这就是军人情怀。你看，不管时空如何变换，总有那么一股力量，把情怀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。张教授说的太好了。您知道吗，老营长，当年您对我说的那些话，一直在激励着我要把军事变革做到底。好啊，远山，你和御风营多次交手，依你看，这个郭子健下一步会怎么做？我仍然认为，我们捕捉到的信号未必就是郭子健。你有什么依据啊？凭直觉。对过阵的人，光凭剑气就能感知到对手的存在。但是我到现在为止，完全没有感觉到一点郭子健出场的气息。远山啊，我不是不相信你啊，只是对于我来说，与其相信直觉，不如相信数据。你还记得上次你跟狄安娜交手吗？这个郭子健也是一直的保持静默。这一次和上一次情况惊人的相似。看来，狄旅长对他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啊。想战胜对手嘛，就必须要了解对手。报告，396旅正在收拢部队，并且利用地形就地伪装，卫星和无人机都没有发现目标。那御风营呢？这个御风营太狡猾了，就在他方对我方火力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时候突然消失。这片海域植被与树林茂密，并且山地连绵起伏，不好寻找。而且什么？我们还损失了2个搜索小分队，应该是被他们抓了舌头。好在小分队什么也不知道。
自己会走，别拉我，走。这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既然他们已经到这儿了，那我们请君入瓮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撤吧。参谋长，到。传我的命令，现场所有设备保持开机状态，所有人员立刻撤离，经地下通道，走东门上旅游大巴，撤离至新的地点集结。是。袁山，你还认为这支部队不是郭子健吗？这的确像他的手段，但远是我多虑了。不管他是谁，既然他进了我的口袋，我一定要生吞了他。这个任务，你准备交给谁？人该到了。报告，吴大洲。要有你。